这种痛苦是一种只有濒临极致才能体会的痛楚。萧炎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片生命的火海之中，生命之火舔舐着他的每一寸肌肤，将他的生命力不停地点燃。萧炎的意识逐渐的清晰，他知道自己必须在这极度的痛苦之中才能逆转，也是真正唯一受了魔神印记烙印活下去的机会。在这痛苦的折磨中，他的意志开始变得更加坚韧，仿佛那火焰中的凤凰，只有在烈焰中焚烧，方能获得新生。周围的空气都被这股力量的波动所撼动，每一次萧炎的呼吸都像是带着火焰，让整个空间都变得扭曲。他的身体已经成为了应龙精血力量的容器，那股力量在他体内沸腾，仿佛随时都能将他整个人化为灰烬。然而，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时间，萧炎在这痛苦与煎熬之中，他的生命力竟然奇迹般的彻底的复苏了。他的生命力也不再是一道即将熄灭的烛火，而是一场熊熊的生命烈火。他的身影在火光中跃动，每一次翻滚都带起一阵炽热的风，那是他体内力量的释放。他的惨叫变成了咆哮，那是他对命运的挑战，对痛苦的蔑视。在这场生死的边缘挣扎中，萧炎的身体渐渐散发出一种耀眼的光芒，那是应龙精血的力量，也是他自身强大意志的体现。那份痛苦虽然依旧存在，但已经不再那么剧烈，反而成了一种魔力，一种让萧炎变得更加坚强的动力。萧炎在双龙尊主的庇护下，几日时间过去，他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像是从一场漫长的沉睡中醒来，然后缓缓地站起身来，他的动作轻盈而有力。萧炎也感受到体内应龙精血的力量与自己的血脉完美融合，仿佛一股无穷的生命力在他体内涌动，像是奔腾的江河，磅礴的力量也让他的眼神都明亮了几分。在萧炎睁开双眼的那一刻，双龙尊主的身影便是映入他的瞳孔之中。萧炎连忙深深地朝着双龙尊主一鞠躬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双龙尊主前辈，多谢你们救了小辈。他的声音中带着深深的敬意和谢意。双龙尊主的面容上浮现出一丝宽慰之色，他们望着萧炎那恢复红润的脸颊，似乎也松了一口气，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萧炎兄弟，要谢就谢这位神农祖师，是他救了你。双龙尊主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对神农祖师的敬意。萧炎心中一震，神农祖师，这是他极其陌生从未触及的名字。萧炎立马转头看向了那道应龙古典之上的一道模糊的身影，这身影看似普通，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气息波动，但就是这样的奇异现象，让萧炎却本能地感到一丝对方的恐怖之处。刚刚双龙尊主对他的恭敬态度，更让萧炎对这神农祖师的身份充满了好奇，但是还是强行压制好奇心，上前一步对着神农祖师拱手弯腰感谢道：感谢神农师祖出手救下小辈萧炎，感激不尽。萧炎的声音中充满了诚挚的谢意和深深的敬意。然而神农师祖的声音平静淡漠道：不要那么着急感谢老夫，你现在虽然已经脱离了危险，但也只是暂时的。这句话一出，如同一盆冷水浇在萧炎和双龙尊主的心头上，萧炎的身躯不由自主地紧绷起来，仿佛随时都可能面临新的危机一般。萧炎的目光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神农祖师的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？神农祖师，难道萧炎兄弟的魔神印记烙印还没彻底的解除？周围的一切似乎都静止了，只有萧炎双龙尊主的目光和神农师祖的模糊身影，在这凝重的气氛中交织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。而就在这时，一股细微的风声突然打破了这份沉静，神农祖师的声音悠悠传出：没错，魔神印记可没有那么容易解除的，不然的话，当年你们的神族长也不会因此陷入半陨落的状态了。萧炎一听，自己还是没能够摆脱魔神印记烙印的侵蚀，一股焦急之意涌上了心头。神农师祖，您可是拥有着超越炼药界的神奇医术，能令万物都可以起死回生的伟大存在，即便整个炼药界在您的眼里也不过是神农医术的一部分而已，怎么会无法解除魔神印记的烙印？双龙尊主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着急，刚刚还为萧炎兄弟恢复生命力而感到激动与高兴，现在却是又让他们跌落了深渊中。你看你们又急了。神农祖师的语调倒是略显洒脱，无拘无束。老夫也没说不会治好这位小娃身上的魔神烙印，刚刚所说只是暂时的，是因为只有你们应龙神族的精血还不够。还不够？能够获得应龙神族的一滴高阶神灵精血，那简直就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。可现在神农师祖却说，他们的应龙神灵精血还不够解除魔神印记的烙印。如果是换做其他人对应龙神灵精血那么不敬的话，或许早已经被双龙尊主灭杀。可是这话乃是从这位神农祖师口中讲出来，那么肯定有其中的道理。这就是现实，不管在什么世界中，只要自身的身份实力够强大，那么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话就是真理。神农祖师那彻底解除小辈的魔神烙印还需要什么？萧炎也不傻，自然已经听出了对方所说的意思。虽然说应龙神灵的精血无比的珍贵，但想要彻底的解除来自一位万魔之神的印记烙印，也并非那般容易。要知道，
魔神乃是毁灭之神，当年魔神的威名让得无数神灵都闻风丧胆的恐怖存在，而且就连7大神族长都半陨落在魔神印法之下，可想而知这一印法的可怕程度。如今萧炎也挨上了魔神的印法，想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解除魔神印法烙印，恐怕都不太可能。现在靠着融合应龙神灵的精血，从奄奄一息的状态下恢复过来，已经是极其难得的事情了。你这小娃倒是非常的聪明，这也难怪你会被他选中。如果你们俩小娃能够有他一半的聪明，也不至于那般着急了。神农祖师像是他们的师傅一样，先是赞扬了萧炎后，又批评了双龙尊主，但双龙尊主并没有说什么，反而非常听话的微微低下头去。在神农祖师的面前，应龙神族中的这2位高阶神灵宛如百教训的弟子一样。想要彻底的解除魔神印记也不是不可以，但仅仅一道应龙神灵的精血还不够，还需要其他6大神族的高阶神灵精血，这样才可以将你身上的魔神印记烙印彻底的根除殆尽。萧炎的面色带着一丝凝重，还需要6大神族的高阶神灵精血，这怎么可能啊？精血对于那些高阶神灵来说，简直就是比自己的命还重要，怎么可能会给予萧炎他们的精血？而且自己与其他6大神族的那些神灵刃都不认识，这对于萧炎彻底根除魔神印记烙印的几率几乎为0。这一次双龙尊主愿意将自己的精血给予自己，也是因为之前救了他们，不然的话应龙神灵的精血恐怕也不会从双龙尊主体内抽出。还需要其他6大神族的高阶神灵精血，这几乎是不可能吧？就算是神族掌前去讨要，恐怕都不可能集齐其他6大神族神灵的精血。虽然从神农祖师的口中得知有方法彻底的根除魔神印记烙印，但是这解方几乎是不可能做得到。老夫知道想要集齐其他6大神族神灵精血并非易事，但这也是他彻底根除魔神印记烙印的唯一办法。你们应龙神族的精血只能暂时压制魔神印记1年的时间，一旦在这1年内无法再获取第2道神族高阶的神灵精血，那么这小娃的道体和神魂一样会被魔神印记所侵蚀。神农师祖，如果我们记得没错的话，一个身体里面应该不能同时存在2种以上的神族神灵的精血吧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重重困难像是枷锁一样将萧炎牢牢地捆绑起来。这个事情老夫当然也知道，的确一个身体里面不能同时存在2种以上的神族神灵精血，但这只是正常的情况下。神农祖师说到这里时，双龙尊主的眼神带着些许的变化。正常的情况下，难道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让一个身体内同时存在2种以上的神族神灵？如果是真的，那这绝对是近乎一种大奇迹了。7大神族的神灵精血拥有着不同出源之力的磅礴能量，是那些高阶神灵所有精华的所在，每一滴精血都不容许与其他神灵精血交融，一旦交融，那么就会引起神灵精血之间的反噬效果。那么这样一来，萧炎不仅无法彻底根除魔神印记的烙印，更是直接有可能会在2种神灵精血杂交融之间被那精血的反噬给吞噬陨落。神农祖师能够说出可以解除魔神印记的解方，那么同样也已经有能够解决2种以上神灵精血无法在一个身体里面存在的方法。此时萧炎却是淡淡的出声开口。神农祖师闻言，双龙尊主又是被一顿责骂。你看，亏你们还是应龙神灵，你们的智慧都似乎没有这位小娃高啊。神农祖师用极其欣赏的目光看向萧炎，自信满满的道：在我们神农千岩族中，你们炼药界无法做到的事情，我们都可以轻易所得。说起来，炼药界与神农千岩族有些渊源。萧炎的眼神中闪烁着震惊之色，他的呼吸微微急促，显然对于神农祖师所言的消息感到不可思议。没想到从来不插手世间任何事情的神农千岩族，居然还与炼药界有些渊源。萧炎那深邃的目光穿过无形的虚空，凝视在那道模糊的身影上。神农祖师就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，此刻却以一种清静的姿态向他娓娓道来一个隐藏已久的秘密。